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今天是圣诞节，我在这里恭祝大家圣诞快乐，万事如意。为了烘托节日气氛，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科幻电影。科幻影视作品可以分成软科幻和硬科幻两大类，像星球大战、沙丘、基地这类的影视作品，仅仅是有一个未来或者外太空的背景设定，它们的内容往往和科学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那些背景设定只不过是为了更方便地讲述故事罢了。对于这类作品就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了。而像2001太空漫游、接触、星际穿越这类影视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故事的背景设定还是具体细节，都包含了大量的科学因素，甚至科学本身会成为这类故事发展的主线之一。对于这类作品，我经常会觉得他们的创作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禁锢在冷酷的方程式和严密的逻辑语言之内的科学的美感，以一种更易于被接受的方式向大家呈现出来。所以我会对这类作品更为关心。当然，既然是影视作品，在这类作品里，有时候也会出于故事叙述、视觉效果等目的，而故意把一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情节加入其中，就比如《星际穿越》中卡冈托亚黑洞旁边的那个米勒星球。但只要是这些部分不破坏作品呈现科学之美的初衷，我觉得就无伤大雅，不必过分挑剔。好，铺垫做完了，现在咱们就开始。今天咱们要聊的是2015年全球大火的美国电影《火星救援》。《火星救援》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德鲁·戈达德担任编剧，改编自安迪·威尔的小说《火星任务》，主要演员包括马特·达蒙和杰斯卡·查斯坦。想不到，在电影《星际穿越》里自私自利的曼恩博士，到了《火星救援》里就变成了风光无两的大英雄。《火星救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搭载着多名宇航员的着陆飞船阿瑞斯3号成功地抵达火星基地。正当宇航员们准备开展火星上的工作时，一场破坏力极其巨大的风暴向他们袭来。阿瑞斯3号的宇航员团队被迫中断了任务，撤离火星，紧急返航。在撤离的过程中，马特·达蒙饰演的宇航员马克·沃尔尼被折断的棒状天线击中，并且被大风吹离了队伍。由于当时环境恶劣，队友们认为马克已经只得放弃对马克的搜寻，登上阿瑞斯3号离开火星，并乘坐停留在火星轨道上的赫尔墨斯星际飞船返回地球。在和宇航员团队交流之后， NASA 向世人宣告了宇航员 Mark 已经牺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Mark 竟然神奇地活了下来。他躲在火星基地里疗伤，希望能够生存下去，准备在4年之后随下一次火星任务返回地球。经过检查和计算， Mark 发现基地内的补给仅够他维持309个火星日，而下一次火星任务要等到4年以后。在经过短暂的绝望之后， Mark 决定利用有限的食物，在这颗空无一人的星球上种植作物，寻找一线生机。令人感到吃惊的是， Mark 竟然取得了成功。他在自己改造的火星温室里种植的土豆长势喜人，粮食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与此同时，地球方面也通过环绕火星轨道的侦察卫星发现 Mark 生还的事实，他们想尽办法制定营救方案，部署营救措施。在火星上，为了能和地球取得联系， Mark 找到1997年着陆火星的火星探路者号探测器，并利用它通过环绕火星飞行的中继通信卫星与地球建立了联系。然而，就在 Mark 满心期待地等待着下一次火星任务的到来的时候，一场突发的气闸舱爆炸毁了他的火星温室。 Mark 需要再次面对粮食短缺的危机。针对突发事件，地球上的人们制定了2套救援方案。第一套方案就是发射红魔号货运飞船前往火星，为 Mark 提供补给物资，使 Mark 能够依靠补给物资支持到下一次火星任务。
第二方案是让还处于从火星返回地球路上的赫尔墨斯飞船不要进入近地轨道，而是利用地球的引力弹弓效应为飞船加速，在绕过近地点之后进入地火转移轨道，再次飞往火星实施救援计划。但由于此时赫尔墨斯飞船上所剩的推进剂不足，无法在飞船再次接近火星的时候做出有效的减速而泊入火星轨道，因此只能让 Mark 找到以前留在火星上的 MAV 飞船进入太空，与赫尔墨斯飞船相会，再通过太空行走进入赫尔墨斯飞船完成救援任务。这时候摆在赫尔墨斯飞船上5名宇航员面前的就有2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执行 NASA 的第一方案，让赫尔墨斯飞船进入近地轨道，宇航员们返回地球，让红魔号前往火星输送补给。而第二个选择就是延长自己本来即将结束的太空旅程，继续在飞船上停留533天，由他们来完成对 Mark 的救援。几乎没有经过过多的思考，团队的成员逐一表态，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Mark 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此行不仅是救援，更是去接回原来的队友。拯救 Mark 的首先是友情和人性，并不是什么强大的美利坚。如果硬要说美利坚和拯救计划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可能就是像美利坚这样的地方更容易让友情和人性的力量得到发挥吧。最后在经历了种种惊险场面，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 Mark 终于归队了。电影有了一个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这是一部科幻电影，也是一部美式的主旋律电影，里面不乏着各种正能量的宣传，但相比于另外一些作品，其中体现的价值观似乎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他们没有像电视剧《士兵突击》里那样整天把不抛弃、不放弃放在嘴上，宇航员们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展现他们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在我看来，火星救援就是一部太空版的拯救大兵瑞恩。电影《火星救援》的故事背景是离现在并不遥远的未来，所以电影里真正的科幻成分并不是很多，绝大部分都是现在已经实现了的，或是即将实现的。整个故事看起来非常真实，再加上电影故事的内容十分吸引人，获得一众好评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了。不过如果您真的仔细琢磨电影中的每一个细节，可能您就会发现电影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并不是十分合理。今天是圣诞节，趁着闲暇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八卦一下，看看火星救援里那些不太合理的情节。第一个不太合理的情节，就是在电影一开始，宇航员们在火星上遇到的那场风暴。根据电影的介绍，这场风暴的风速达到了180公里每小时，如果在地球上，这个速度相当于是12级大风。火星风暴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把很多建筑折断或者是连根拔起。主人公 Mark 也是因为这场风暴受伤，并被吹离了团队。也许正是因为风暴的破坏威力过于巨大，团队才会错误地认为 Mark 毫无生还的希望，放弃搜索，离开火星，返回地球。然而，火星上沙尘暴的威力真的有这么巨大吗？我们以前常常在科普作品里看到，火星上经常会刮起沙尘暴，而且火星上沙尘暴的风速会非常高，甚至能达到60到100米每秒，这相当于216到360公里每小时。但其实火星沙尘暴的真正破坏力是在沙尘上，而不是风暴。沙尘能够遮挡探测器的太阳能电池板，造成供电故障，或者使电子设备出现其他故障。但火星风暴本身的破坏力并不是很大。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火星大气的密度极低，火星表面的大气密度大约只有地球表面的 0.6%， 气压相当于地球35000米高空的气压。沙尘暴产生破坏力主要是看沙尘暴对迎风物体产生的压强。根据流体力学，我们知道流体产生的压强和流体的密度以及流体速度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现在大家从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公式。P
正比于 ρv 平方。在公式里 P 表示的是流体的压强，而 ρ 表示的是流体的密度， v 表示的是流体的速度。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就可以推算出，即使按照火星上最大360公里每小时的风速来计算，大风形成的风压也只是和地球上速度为 21.6 公里每小时的风差不多，这相当于4级风的规模。而电影中180公里每小时的火星风暴到了地球上相当于11公里每小时，也就是23级风。这样的风是根本形成不了什么破坏力的，就更不要说吹倒建筑物、吹飞人类了。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二个不太合理的情节，就是电影里宇航员遭受风暴之后，立即乘坐阿瑞斯3号离开火星，与停留在火星轨道上的赫尔墨斯飞船对接，然后立即返回地球这段情节。根据电影里的故事背景设定，美国当时已经进行过多次火星探测，在火星上建立了短期有人值守的基地，并在火星上留有完整的 MAV 载人上升飞船。如果说宇航员在遇见沙尘暴离开火星还能够让人理解的话，那么当他们进入赫尔墨斯飞船之后，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乘坐赫尔墨斯飞船在火星轨道上停留一段时间，观察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要知道，火星风暴的数据对于人类开发甚至是殖民火星是至关重要的，绝不该这么轻易就放弃一次近距离观察火星风暴的机会。另一方面，赫尔墨斯飞船停留在火星轨道上，也便于对火星风暴过后基地的损失情况进行调查。而电影为了剧情的需要，让赫尔墨斯飞船立刻返回地球，却没有对立即返回的必要性做出明确合理的解释，这不能不说是电影的一个遗憾。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第三个不太合理的情节，就是电影中人类为什么没有在火星轨道上设置空间站呢？让我们来看看 NASA 的阿特米斯计划。在建立月球基地前，先要在月球轨道上建立月球门户空间站，以门户空间站作为地月之间交通运输的中转站。这种做法能大大的提高地月交通运输的效率。人类对火星的探测和开发必然也是遵循着类似的流程，但为什么这一点在电影里就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呢？按说电影上映于2015年，在那时先建设环绕目标星球飞行的空间站，再在目标星球上建设基地的外星开发流程，应该早就已经提出并被广泛认可了。电影在这方面显然是没有与时俱进。电影中第四个不太合理的情节，就是 Mark 在火星上种土豆了。从火星表面采集的土壤可以直接用来种土豆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知道，由于火星上没有过植被，所以火星土壤其实就是细碎的岩石碎块。这些岩石碎块里含有大量的高氯酸盐，而高氯酸盐是一种有毒物质，会严重影响植物的生长。长期食用受其污染的作物可能会对人体产生危害。此外，火星土壤的物理性质也不利于植物的生长。比如，火星土壤浇水后会变得厚重而且不透气，这就会导致植物根部窒息。因此，如果没有经过微生物的改良，火星土壤是无法直接种植高等植物的。而这种微生物改良火星土壤的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是 Mark 在火星上待的这短短几年时间就能完成的过程。我要和大家谈的第五个不太合理的情节，就是在电影进行到大约1小时51分的时候， NASA 发现 Mark 逃离火星时乘坐的 MAV 飞船的原本设计目的只是进入近火星轨道，而前去救援的赫尔墨斯飞船却由于受到携带燃料数量的限制，不能够减速进入环绕火星的近火轨道，只能以椭圆轨道接近火星。而在赫尔墨斯飞船接近近火点的时候，飞行速度要比处在相同高度的近火轨道飞行器高很多。Mark 乘坐的 MAV 飞船如果不进行减重，就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和速度， Mark 也就无法回到赫尔墨斯飞船，为此就必须对 MAV 飞船进行减重。其实这段剧情
根本就不应该出现的这么晚。NASA 的工作人员应该在制定这一救援计划的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问题，等到现在才提出这个问题，会让人觉得实在是有点太不专业了。我要和大家谈的第6个不太合理的情节，就是当电影进行到大约1小时57分的时候， Mark 用后背顶开了 MAV 上升器的顶部整流罩，而将其拆除。可是我明明记得在电影里，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工程师明明说这个整流罩的质量是400公斤。虽然火星表面的重力只有地球的 38%， 即便这样，这个整流罩在火星表面也有152公斤重。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是否能够顶得开，我表示怀疑。我要和大家谈的第7个不太合理的情节，就是当 Mark 乘坐 MAV 飞船进入太空之后，仍然与赫尔墨斯飞船有着数百米的距离。为了回到赫尔墨斯飞船上， Mark 就在自己宇航服的手套上割了一个口子，再利用从口子里喷出来的气体推动自己回到了伙伴的身边。看到这儿，我就不禁在想，难道 Mark 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要制定一套突发事件的处置预案吗？事实上，只要他在出发前在 MAV 上带一个小高压气瓶，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时候也许有朋友会说，受到起飞质量的限制，此时的 MAV 已经不再允许增加一个小气瓶了。但其实 Mark 当时完全可以拆掉那个最后由自己来乘坐的座椅，把自己固定在地板上，省下来的质量完全可以再多带一个气瓶，保留自己最后的一点太空机动能力。好，对电影《火星救援》里那些不太合理的情节，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和大家聊这些，并不表示我不喜欢这部电影。其实，这部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励志故事，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的。只不过，如果能在一些细节上考虑得更加周全，那就更好了。对此，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结束之前，我在这里再次祝大家圣诞快乐，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最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